自去年一场边境对峙开始后，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一直居高不下。日前，印度又再一次在边境做出一个重大挑衅动作。据南华早报最新报道称，印度正在中印边境地区大力推进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引起人们重点关注的是，印度正在新建大规模的空军设施，包括4个新机场以及大约40个直升机停机坪，其中多达25个军事设施直逼边境。从这一点来看，印度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而更为危险的是，这些新修建的军事设施背后暗含的险恶用心。无论是新机场还是直升机停机坪，印度都十分急于提升边境大规模运输能力。显然，印度这是打算长期维持边境对峙局面，同时也不能排除印度这是想在边境进行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可以说，印度边境异动频繁背后的信号是十分危险的。在当前局势本就紧张之际，印度此举无疑是火上浇油。而在印度进行危险动作的同时，美国的真面目也显现出来了。我们知道，面对强势崛起的中国，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遏制，其中重要一步就是纠结印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印度处于重要位置，因此美国也有意在拉拢印度。不过，美国表面上将印度称为伙伴盟友，但是打心底里只是想让印度成为对抗中国的棋子罢了。日前，美国政府已经明确拒绝了印度发来的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请求。说白了，这一拒绝背后说明美国只想和印度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只想拿印度当枪使。除此之外，一切免谈。可以预想到的是，一旦印度因为挑衅过头被狠狠教训时，美国是绝对不会冒险出手相救的。而被挑衅之后的解放军反应又是如何呢？从目前来看，对于印度在边境的所作所为，中方并未给予较大的回应。但是这并不代表中方毫无态度。近期中国接连遭受别国挑衅，在这样的局面下，中方面对挑衅的回击力度也更大更狠。之前中国海事局宣布，解放军将在3大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结合之前一系列的导弹试射活动，登陆作战演习可以看出，解放军面对挑衅容忍度一降再降。一旦挑衅过激，我军将很有可能考虑下一步冒头就打。可以说，现在解放军传递出来的军演反应信号就十分危险。一直以来，美国为维护霸权，在全世界树敌颇多，其中在美国看来，对美国霸权挑战最大的就是中俄，因此对于这2个国家，美国也是费尽心思的进行打压。但随着美国的衰落，中俄的崛起，美国越来越发现同时对付中俄十分吃力。一些专家学者甚至表示，一旦中俄联手，那将会是美国的噩梦。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美国想维持其地位，最好的策略是对中俄进行逐个打压。不过日前，美国却做出一个十分意外的举动，同时对中俄出手。据最新报道称，日前美国方面以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和纳瓦里事件为由，宣布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或许对前一个事件大家不太了解，但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大家一定十分熟悉。美国多次声称这一项目将会威胁到欧洲的能源安全。事实上，对于美国这些的说辞，世界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对中国实施制裁时，美国经常以所谓的威胁美国安全来为单方面的无理由制裁找理由。不过，美国的这一制裁不仅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甚至还会损害欧洲盟友的利益。针对美国这一制裁，德国已经多次表达了不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新一轮制裁势必会再次加剧同俄罗斯间的紧张局势。在对俄罗斯下达新一轮制裁的同时，美国也将触手伸进中国后院。据《环球时报》最新报道称，美国副总统即将开始对新加坡和越南的相关访问。据悉，这是美国新任政府换届以后最为高调的亚洲之行。显然，这次访问是冲着中国来的。美国方面表示，美国将加强同中国后院国家的合作。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所谓的中国后院更像是美国硬扯的。我们知道，在霸权国家看来，才有后院这一说。比如，美国就将拉美国家当作美国霸权的后院。出于这一想法，美国为阻碍中国发展，不惜挑动地区局势紧张。但是这一做法能够取得的成效甚微。一方面，同时对中俄双线作战将会加剧美国的衰落；而另一方面，美国为维护霸权恣意妄为的做法也招来了更多的不满。最近一段时间，支持中国崛起的声音尤其多。另外，英国、德国等国接连在国际社会上公开谴责美国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的承诺已经信不得了。要说印度和越南这2个我们的邻居有什么共同点，可能在国人心中的第一印象就是这2个国家都曾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印度和越南曾经都试图染指我国国土，最后都被解放军狠狠地教育了一顿。除此以外，没有啥共同点了。经过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最近这2个曾经的手下败将似乎已经忘记过去的伤疤，最近居然联合起来想在我国南海搞事。据环球时报20号报道，印度和越南周三在南海地区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方面还声称，这次演习是印度海军在南海进行长期部署的体现。据印度海军发言人透露，
此次演习总共派出了3艘军舰，其中印度海军出动了萨维杰号导弹驱逐舰和克拉号护卫舰，越南海军则出动了李太祖号护卫舰。双方在南海地区展开了水面作战、武器射击以及直升机作战等演练。据报道，印度海军未来还将参与美日印澳共同举办的马约拉尔多国海上军演。据印度媒体爆料，此次军演是为了增强印度与美日等国的战略一致性，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安全以及稳定，以对抗所谓的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行为。而越南此次和印度联合举办军演，也透露出越南的野心。越南很可能随时倒向美日等国，成为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中的一份子。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不久前刚访问越南，并对越南许下承诺，会帮助越南提升海上战力，难保他们间不会私下达成某种协议。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最近中亚局势大变，美军目前被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东顾，所以这次印度越南联合舰队公开在南海耀武扬威，其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替美军在南海挑衅，不希望南海地区局势趋向稳定，为美军将来重归南海做铺垫。不过，印度和越南这3艘军舰想要在南海地区耀武扬威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了。之前英国航母打击群高调宣布要在我国南海自由航行时，结果还不是灰溜溜的走了。小小的印度越南联合舰队，我军还真没将其放在眼里。印度海军造个国产航母造了这么多年，才刚刚海试。最近又传出了印度 AIP 常规潜艇计划陷入困境的消息，可能只能由韩国制造。就这实力，还想在南海挑事，简直是做梦。再说越南海军上得了台面的，也就几艘2000吨级的导弹护卫舰，还是从俄罗斯购买的。此次参与演习的李太祖号就是其中之一，这在我军052和054型驱逐舰面前就是弟弟。更不用说我们还有像05万吨大驱这样的世界顶尖战舰了。所以说，印度和越南以为联合起来，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就可以在南海耀武扬威。殊不知，在我军眼里，这俩家伙就是欠收拾。所谓的联合舰队就是花拳绣腿，根本不堪一击。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厚积薄发，后来居上，这个曾由美国首创的新式武器已成为美国的死穴。近日，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称，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加快速度寻找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器。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乔恩·希尔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导弹防御局已经从工业界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反馈。他接着补充道，不应该害怕去做，应该试着去接受。然而，在1年前，美国导弹防御局对高超音速防御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回答。不过，在更进一步评估美国真实的导弹防御能力后，美国导弹防御局已经意识到了一些他们一直不愿意承认的问题。希尔向媒体透露，导弹防御局正在研究收集到的中俄等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数据，并通过他们的高保真系统模型运行这些数据。希尔表示，美国目前缺少的是武器，现存的2大反导王牌标准3拦截弹和标准6防空反导导弹都不能有效拦截对手的超高音速武器。那么，为什么美国如此重视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呢？首先，高超音速武器在军事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传统导弹的突防手段在它身上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高超音速武器并不需要像一般的传统导弹一样要脱离大气层才能转入水平飞行状态。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远距离跟踪时，飞行高度越低，越难被发现和追踪到。另外，由于高超音速武器独特的滑翔技术，使其可以全程高速飞行在大气层内，这无疑又给反导拦截系统增加了难度。再来就是，尽管高超音速武器的概念最先是由美国提出的，但是在后续的发展中，反倒是中国和俄罗斯表现亮眼，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就曾经在一场有关导弹防御的研讨会上表示，对美国来说，高超音速武器是一项挑战。查尔斯·理查德还表示，美国的陆基和天基预警体系对高超音速导弹没有什么防御作用。正因如此，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下，会无比在乎如何拦截和防御高超音速导弹的问题。不论是俄罗斯宣称最大射程1000公里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当年被美国大肆渲染中国 WU-14的高超音速导弹等，美国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追赶上。显然，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死穴。长久以来，美国仗着其军事方面的优势，在国际社会上作威作福。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的失败，无疑让美国这个战争贩子慌乱起来。这一次是中俄掌握了战略主动，相信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的努力，这样的战略主动会越来越多。